这天是皮特的生日，他决定蒙着眼睛开车以示庆祝。路易斯吓得心惊肉跳，好怕丈夫的生日变成了一家人的忌日，表示还是让他来开车吧。皮特就呵呵了，说让女人开车还不如他闭着眼开靠谱。看来这货上次的拳法还没挨够。皮特把车开得像一条鱼，在车流里各种神龙摆尾，最后一头撞烂了前面的车，完美收尾。朋友们已经在游乐场门口等候多时，皮特打算找回童年的感觉。买票的队伍排得很长，皮特找到最前面的一名女孩，拉着坐轮椅的退休警察，骗取了她的同情，随即拉着狐朋狗友们组团插队。他们去坐过山车，退休警察的妻子跟路易斯闲聊，说她觉得老公坐轮椅的样子很性感，恨不得让老公全身瘫痪才最 man。病娇啊，这是！饺子看中了路边摊上的邪恶玩偶，扛起来腹腔开始练习射击。皮特打高尔夫时，除了进洞之外，什么东西都打得中。游乐场的负责人赶来轰人，皮特认出对方是自己的小学同学。当初这家伙的母亲死时，皮特带头在别人坟前蹦迪，一提起昔日的旧仇，负责人的眼都红了，说他就是游乐场的老板。而皮特别看人五人六的，说白了就是一个一事无成的社畜。这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打在脸上，让皮特的脑瓜子嗡嗡直响。回家后，皮特的心里一直无法平衡，他认为人生在世无非求名求利，他却两头都没沾上。克瑞斯拿出他的一幅抽象派大作送给老爸当生日礼物，希望能让他的心情好一点。吹蜡烛的时候，皮特许愿说就算出卖灵魂他也想要出名。地狱的魔鬼一听来活了，当即就要给他办手续。翻档案时却发现皮特的灵魂早就卖光了。第二天去上班时，因为一面车窗玻璃坏了，皮特用克瑞斯的画去挡，结果被一位富豪撞见。富豪花了5000块买这幅画，皮特赶紧回家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。他认为这件事证明了克瑞斯的绘画天赋，打算带儿子去纽约见一位艺术商人，把他培养成画家，好当家里的摇钱树。一家人说走就走，反正他们现在有5000块钱的横财。克瑞斯去学绘画，其他人就当旅游了。艺商决定先让克瑞斯去博物馆逛逛，再见一些艺术界的名流，多接受点熏陶。随后又给他换了一个造型，毕竟是未来的画家，形象方面也是很重要的，还给他找了一个纸片人女友。克瑞斯去见皮特时，艺商认为皮特身上的沙雕气质会污染克瑞斯刚刚培养出来的艺术感。皮特来见儿子，惨遭拒绝，以为是儿子出人头地了，看不起他这个废柴老爸，气得大骂克瑞斯是白眼狼，要跟他断绝父子关系。皮特现在急需一棵新的摇钱树，饺子还太小，他便一把搂住梅根，要挖掘他的才艺。梅根这个万年小透明忽然翻了身，可是他既不会唱也不会跳，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有什么过人之处。他坐在广场长椅上唉声叹气，忽然发现自己的口哨声似乎能引来鸟儿。梅根惊了，原来他的天赋是说鸟语，只不过都是些骂人的话，鸟儿听了都想啄死他。不久，克瑞斯的首场画展正式举行，家人们都去给他捧场。皮特一见克瑞斯就垮起老脸，还在生他的气。艺商在宣发上花了大力气，在场都是艺术界的名流，镁光灯聚焦在克瑞斯身上，他被吹成了当代小毕加索。随着帷幕拉起，克瑞斯呕心沥血的大作终于亮相，竟然全都是父亲的画像，观众们嘘声一片，这玩意儿也配当小毕加索？艺商气的想把克瑞斯掐死。现场只有皮特最高兴，他一开始只想着把儿子打造成摇钱树，可经历了这些后，他终于明白自己是个废柴，就安心躺平，别折腾爱他的儿女们了。一家人整整齐齐的摆大烂吧。回家的路上，一位商人看中了饺子，花大价钱请他当自己的服装模特，为一款新设计的纸尿裤代言，广告词都想好了，天才第一步确实纸尿裤。皮特的愿望终于实现了，他老皮家可算是出了一位名人，虽然是扭屁股的。元哈镇迎来了1年1度的盛会，有关这座小镇建立的历史，这其中有一段曲折离奇的故事。当初废话王航海寻找新大陆，因为喋喋不休被人扔进了海里，一只神奇的蛤救了他，将他带到了一片物产丰富的陆地上。废话王和神奇蛤成为了朋友，携手建立了新的家园。废话王从早到晚不停地说废话，最后连神奇蛤也受不了他了，俩人的关系越来越恶化。废话王甚至打算谋杀神奇蛤。事情败露后，神奇蛤跳回大海，永远离开了这片土地。从此以后，废话王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，到死都希望神奇蛤能够回来。后来元哈镇就有了银蛤的传统，今年的神奇蛤由皮特负责扮演，结果他被大浪冲得人仰马翻，在众目睽睽之下让自由的小鸟展翅高飞。回家途中，皮特不得不赤身裸体，不过他丝毫不觉得害臊，甚至大摇大摆的去超市买烟。孩子们一脸谁来收了这个妖孽的表情。梅根的反应最大，他今晚还要在家举行睡衣派对，老爸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谁还敢进他家的门？到了晚上，梅根和女神们聊得正欢，路易斯按耐不住少女心，也换上睡衣加入进来，张口闭口就问大家睡了几
几个凯子，喜欢哪种文法，最爱什么姿势。梅根和同学们羞红了脸，已婚妇女和小女生聊经验，这哪聊得到一块儿去？克瑞斯还躲在沙发后面偷窥。梅根再三劝告家人们收敛一下，别毁了他的第一次睡衣派对。路易斯拍着胸口打包票，夜里睡觉的时候，他和皮特却干柴烈火，一发不可收拾，声音大的能在整栋房子里回荡。克瑞斯还想夜袭，把梅根的同学们吓得连夜逃跑。他绝望地预感到，这恐怕是他最后一次睡衣派对了。可惜作为家里的小透明，谁也不在乎他的感受。梅根看到电视上有真心话节目，于是出于报复心理也去参加了。他们一家人在台上互相责备，掀起了一场撕逼大战。皮特更是各种装疯卖傻，逗得现场观众一片沸腾。节目制作人看出了皮特一家的潜力，趁皮特上厕所的时候，邀请他参加一个新的节目，录播皮特一家的日常生活，拍下更多撕逼大战观众看。皮特一口答应，一泡尿的功夫，他们家的生活就彻底改变了。家里的每个角落都有摄像机，24小时都有人跟拍，不管大家做什么，都要面向镜头给观众解释原因。皮特的恶作剧，饺子对路易斯的敌视和辱骂，还有他企图谋杀母亲的疯狂想法，都成了观众看乐子的笑点。只有梅根一直无法入戏，因为他觉得自己被侵犯了隐私。最后他一怒之下决定退出。皮特和路易斯想着同进同退，梅根不愿拍，那全家都不拍了。节目制作人这时终于露出了獠牙，他表示皮特家签下了合同，中途退出拍摄将背负巨额违约金。这话等于表明他们已经被绑在了这个节目上，而且制作人巴不得梅根退出，因为投票显示他是观众最不喜欢的人。节目组找来了一位身材火辣的美女假扮梅根，直接鸠占鹊巢。梅根只好到爸爸的朋友家轮流借宿，可惜没遇上一个正常人，不是安排他跟死人睡同一个房间，就是大清早在餐桌上他表演激情戏，吓得梅根像丧家之犬一样到处跑。不愧是皮特的狐朋狗友，假梅根登场后深受观众喜爱，没有人在乎这个梅根是不是原装的，他们只想看美女找乐子刺激。节目组对观众的心理拿捏得很到位，还给假梅根安排了色诱克瑞斯的剧本，师生诱惑再加上语言撩拨，万年老处男克瑞斯哪受得了这个，当场气血直冲天灵盖晕倒过去。假梅根的人气一路水涨船高，很快就成了这档节目的主要角色，镜头整天跟着他转，连他模仿真梅根自怨自艾的样子都是一副我见犹怜。皮特为此非常气恼，他答应参加这档节目的初衷就是为了向观众展示他的恶作剧，现在他的风头却全给假梅根抢走了。他向节目组表达了强烈不满，说如果不辞掉假梅根，让真梅根回来，他们全家即使违约也要退出。路易斯非常支持丈夫的做法，他为了被取代的女儿鸣不平。节目制作人一听冷笑一声，要对付已是瓮中之鳖的皮特一家，他有的是手段。四处游荡的梅根终于无处可去，他回到家里想向家人们道歉，却发现坐在沙发上的人全部都不认识，他们全家都被替身代替了。真正的皮特一家搬到了汽车旅馆里，在电视里看假皮特一家表演做作的剧本。最后梅根重回到家人的怀抱中，一起度过6个月被夺走身份的血居生活。